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感谢团员新进团员耐心等待，再次感谢所有团员支持本频道。影片中英语翻译中文不容易，本频道制作不容易，拜托大家帮忙加入。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去下，请订阅，请帮忙一下，请拜托帮忙一下，谢谢大家。介绍更多好朋友加入神秘文怪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6分钟恐怖直播，英国新闻台被外星势力控制。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日本流传着百货公司上方有幽灵船的都市传说，这个地方也是很多的观光客到日本都会去的景点。它是1958年开幕的千日百货，开幕没多久就发生火灾。我们先不讨论火灾发生的原因，因为太过离奇，连火调人员也非常纳闷。我们先带您看一个可怕的数字巧合，118，这是火灾带走的死亡人数。有阴阳眼的人说，百货上方幽灵船的座位刚好就是118个。为什么是118？竟然跟百货的前身有关系。而第二天百货的恐怖传说真实性更高了。老一辈的香港人都知道，草蜢的宝贝对不起这首歌不是唱给人听的，而是唱给百货公司的空气所听的。还有这张是当年太平洋百货开幕的海报，从开幕那一天起24小时不间断播放，宝贝对不起整整播了10年，直到多年后，草蜢成员在节目中不小心透露当初唱这首歌的真正目的。这是上海太平洋百货在1993年12月19日开幕当天的宣传海报，满是笑容的背后其实藏了一段惊悚内幕。从开始营业的第一天起，一直到2003年为止，10年之间，每天24小时重复播放同一首歌曲，播到被民众投诉谩骂，百货公司还是执意要播。老上海人说这首歌不是流行曲，而是往生咒。不止歌曲发行时间刚好是1993年，连草蜢成员都出面证实传说是真的。2020年11月，草蜢成员蔡一杰在做客香港电台第2台节目《音乐说时》曾提到，上海一家百货公司连续10年定时播放《宝贝对不起》，因传闻指该公司前身是乱葬岗，不时出现小孩灵体捣乱。公司高层播放此曲后，便不再发生奇怪的事情。原来这块地不太前进，兴建前也没有请高人好好处理，导致商场新建完成后，大量的人潮打扰到死去的英灵。在徐家汇太平洋百货盖起来之前，这也曾是一座由外国传教士出资筹办的育婴堂，专门拿来收容一些被遗弃的弃婴，却在日后的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摧毁殆尽。他们大量死于饥饿、疾病以及战火，等人草草的就地掩埋在育婴堂前的草坪下。百货公司的警卫说，每天晚上巡逻时，会在空无一人的走廊听见小孩的哭闹声，其中又以6楼的玩具店特别热闹。太平洋百货中有一层专门为儿童设计的区域，里面有许多孩子玩的玩具。这些玩具每次下班之后都会被收拾好，但是第2天就会发现玩具零零散散的到处都是。更令人发毛的是，这些玩具上还会留下小小的齿印，像是被小孩啃咬的痕迹，吓得商场员工纷纷离职。2002年9月，一名网友也在论坛发文表示，逛百货时遇上了难以解释的现象。曾经有一天的下午3点多，那时候百货公司里人潮不多，月妈妈带着自己的女儿想要玩具区选购玩具。正当妈妈走上前要带女儿去结账的时候，她清楚地看到，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和女儿争抢着娃娃。那股力量将娃娃用力抢走，而小女孩也像是被人狠狠推了一把似的，狼狈跌坐在地上。百货传闻传遍整个上海，
更被票选为上海10大恐怖禁地。难道是死去的英灵在商场作乱吗？这下子让百货高层只好出面处理。于是他专门去了趟泰国，找了个高僧想办法说明原委之后，高僧给了他一段往生咒，让他在商场里播放，以超度那些冤死的英灵。但由于惨死的孩子太多，怨念太深，所以得放10年。人来人往的百货，怎么可能天天播放往生咒把客人赶跑？后来高层决定将往生咒进行加工。于是太平洋集团花重金从泰国请来一位高僧，在泰国一首欢快的曲子中下了一道往生降，然后由著名作词人谢明训填词，并邀请了当时香港当红乐队草蜢演唱了这首《宝贝对不起》。宝贝对不起，将手给同样，真的不愿意有爱忙安son上。宝贝对不起这首歌，当年还真的是改编自泰文歌曲《开心没问题》，而泰文版的 MV 开头是一连串离奇难解的符号，乍看之下就像咒语经文。改编过的往生咒效力有用吗？最终上海徐家汇太平洋百货在2023年8月底宣告关闭，是业绩下滑倒闭，还是英灵持续徘徊至今没人知道，只留下这首宝贝对不起让后人继续传唱。百货怪谈一定会提到日本大阪的千日百货这栋100年商场，传出一艘幽灵船抓交替的故事，以及神秘数字118。在江户时代，这一带地区聚集了火化场、监狱、刑场和墓地。2战之后，这里再度的被重整，原先的地方则被改成了百货商场，也就是千日前百货。1972年千日百货发生火灾，造成118人死亡，毛骨悚然的是江户时代在刑场被处死的犯人不多不少，刚刚好是118人。1972年5月13日土曜日の夜でした。当時の大阪の港区南区1000日前にあったデパートビルの3階で火災が発生しました。その熱気と煙はダクトを伝い7階へ。飲食をしていた客など118人が一酸化炭素中毒などで死亡し、81人が負傷する日本のビル火災として最悪の人的被害を出しました。匪夷所思的是，这场大火明明可以避免，却在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要把人带走。起火原因是一名工人乱丢烟蒂，被人发现火苗后却怎么灭都灭不掉，最后演变成100人罹难的死亡悲剧。大家开始揣测，难不成是一起大规模的抓交替事件？在经历了祝融之灾之后，千日前百货就成了废墟。火灾9年后，许多企业都曾陆续接手经营，不过生意都没有起色。后来经过几次的改建，这里被作为电器百货，业主还在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地震计。去过这栋电器百货的人都会发现，业者毫不避讳的在大门口摆放一座掌管阴间地府的神奇坐镇，借此镇压百货里的冤魂，但事与愿违。百货里依旧不断传出科学难以解释的现象。それ以来この辺りではいろんなものが出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いうのだ。俺が見たあの集団が古臭い格好をしていたことにも、あの電気屋では今でも幽霊の目撃情報や。甚至有传闻，电器百货在每天晚上的10点20分火灾警报器就会自动响起，10点20分刚好就是1972年千日百货发生火灾的同一时间。传闻还有一名不存在的女子用低沉的嗓音广播通知大家火灾发生，迅速逃离。ここで働く人はお守りや数珠を持たされる。閉店後お経が流れる。館内で失踪した人が何人もいる。在电器百货里还有一项不成文规定，结束营业后所有员工会集体下班离开大楼，没有人敢单独留下来，就怕成为下一个被消失的对象。不仅如此，这栋百货还有一种异常现象，人来人往的商场照理会聚集计程车揽客，但在这里始终看不到一辆计程车。それは未だにそのタクシープールに車を止めるとある怪奇現象が起きるんだ。
それがね、さっき言ったビルの上の方8階から飛び降りた人たち、その飛び降りるための窓があったのがタクシープールの上の位置だったんだよ。タクシーの上の部分が急に大きな音でドーンって鳴るらしいんだよ。まるですごい高いところから遺体が降ってきたかのような爆音で。后来有越来越多司机遭遇类似经历，渐渐的计程车司机也不敢在半夜到百货载客。百货怪谈信者恒信，但这些被人遗忘的历史，依旧会在每个晚上向百货里的人诉说着自己的怨念。1998年发生过真实预言事件，当年还登上了台湾媒体。有一名纽西兰男孩鲁本，他进到了阿里山之后人间蒸发。鲁本的爸爸神秘的拿出了一张儿子在7岁时画的预知画图，画中提前27年画下了鲁本自己消失的位置。到今天2025了，依然没有找到任何遗物。这会跟穿越时空有关系吗？在鲁本消失的4年前，1994年，有游客拍到了一名清朝人出现在阿里山，而这个地点刚好就是鲁本消失的同一个地方。阿里山出现时空重叠了吗？这是1994年在阿里山拍到的真实照片，一个人脸浮在火车头前方，头上还戴着一顶不合时宜的帽子。在这个车窗的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看到隐隐约约居然好像出现一个人的脸，而且上面还戴着一个帽子？有眼尖的网友说，这看起来装扮好像是清朝人的装扮。穿着打扮跟清朝古人极为相似，拍超自然现象的本人声称，绝对没有经过后制。照片的拍摄地点就在嘉义阿里山。恐怖的山中传说开始传开，4年后发生了更离奇的大学生死亡预言事件。当时有一名纽西兰大学生到阿里山旅行，但一进到山里就瞬间消失，到今天仍然下落不明。Please, it's a plea to help with my son. 心急如焚的父亲千里跨海寻子，还跑到总统府请愿。当年几乎把整座山都翻遍，却一点线索都没找到。案件焦灼之际，父亲菲尔突然想到一件毛骨悚然的事。儿子在7岁那年曾经画下一幅预知画，提前16年早画下自己消失的片段。有一个小男孩跟在一个山里面啊，结果呢，那个时候鲁本还说，如果我自己不见了啊，希望是500年后才被找到。这幅预知画加上500年这个时间点，靠着这些线索能找回鲁本吗？父亲拿着预知画到阿里山找人，没想到部落族人一看到马上认出这是部落神山塔山。从没到过台湾的7岁男孩，怎么会知道在塔山画中展示的鸟类和阿里山上的台湾蓝雀也有几分相似？这会是巧合吗？当地耆老怀疑大学生消失事件和4年前的小火车惊见清朝人，其实和日治时期的神秘传说有关。当年日本人他修了一个阿里山森林活路，终点站2万坪火车站，因为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块木最好，但是他砍得太多太激烈，尤其是1923年东京大地震，啪一下倒一大堆，下令赶快给我砍，从台湾运木材过去，这就杀伐。我告诉你，这些块木都是有灵性的，有生命的。民间传闻都是因为大量伐木触怒树林，所以当年不仅伐木集体患怪病，连搬运桂木的阿里山小火车也怪事频传，当地人开始绘声绘影的说是树林复仇。1935年，日本政府更因此在阿里山新建一座树林塔，当年的报纸也刊登出定期祭祀的新闻，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但随着日本战败归国，没人祭祀，才会让阿里山火车频频出现超自然现象。以科学层面来说，铁路快速穿梭会产生一股强烈磁场，有可能不经意开启了阴阳两界的大门。1997年，南韩一支 MV 哀怨在首尔广渡口地铁站拍摄意外拍到一名不该存在的女人，吓得当年许多民众不敢搭地铁。你看到了吗？我放慢再看一次。在火车入站的时候，清楚可以看到火车驾驶旁站了一个黑长发、身穿白衣的女子。
女子并不是剧组安排的演员，她也没有在其他幕出现。她的穿着打扮看起来更不是火车长的同事。列车长发誓拍摄现场只有自己一人，也不认识这名女子。为了让事情尽快落幕，制作公司立刻将 MV 中出现不明女子的片段删除。但韩国民众已惊慌到投诉电视台，要求禁播 MV 成功。아 저거 맞아.后来有传闻指出，其实制作团队在 MV 开拍前早就被附近邻居警告这个地铁站闹鬼不要轻易进入，但团队不听劝，执意拍摄。大家猜测那名神秘女鬼生前是一位在1961年被害的19岁大学生。这首歌的 MV 是新建立不久的广渡口车站，也是女大生被害的地点对面公园。그 여대생이 당시에 사촌 오빠하고 어떤 사랑, 이룰 수 없는 사랑과 관련해가지고 거기서 오빠가 같이 죽기로 이렇게 자살을 하기로 했다가 밀어 떨어뜨리고 본인은 살아나는. 그래서 이제 뭐 살해범으로 구속이 되는 그런 사고가 있었습니다. 실제 사건. 그 영혼이, 그 영령이 나왔다. 당시 신문에 실렸습니다. 从那时候起，当地许多人都在流传女大学生的冤魂并没有离开，而是一直徘徊在广渡口地铁站附近。经常会有传言说，在地铁站看到过诡异的女子人。 저거에 저 보이라시라고 버스킹에 있는데 그 보이라시에 근무하던 사람 입에서 나온 걸로 알고 있는데 将遇害的19岁女大学生跟 MV 中的女子进行详细比对，还真的发现两者的脸型轮廓相似度高达90%。南韩电视台 SBS 甚至做了一则专题报道，没想到死者女大生的妹妹看了节目后立刻打电话到电视台，指认 MV 中出现的长发女子就是她死去的姐姐。 뮤직비디오 나온 장면하고 저희들 취재한 장면하고 뮤직비디오 같은 경우는 화면이 흐리니까 정확하게 저희가 표현할 수는 없지만 느낌이라든지 또 이렇게 얼굴 표정 그다음에 이렇게 이목구비 같은 게 너무 느낌이 흡사했다고. 在节目开播前，有一名灵媒也打电话到电台，请他们取消播放，因为他感应到女大生的灵魂，警告他，如果自己的身份曝光，广渡口地铁就会有人受伤。 SBS 当然没有理会，没想到没过多久，地铁就陆续传出一些意外。更令人发毛的是，1961年这起凶杀案的起因故事就是感情纠纷，正好对应了 MV 中的歌词，讲述想爱却爱不到的无奈。不明女子出现的片段正巧唱到关系无法持续。 警方后来抓到杀害女子的凶手，惊悚发现竟然是女子的亲表哥。难道他想藉由悲伤情歌，表达不愿死去的哀怨？距离广渡口站不远处的首尔玉水站，更流传着韩国著名的魔神子抓交替事件，还被拍成恐怖电影《鬼车站》。 옥색이 개통하고 지난 30년간 옥색에서 사고를 죽인 사람 이번이 22번째네. 午夜12点过后的玉水月台上，会出现一名披头散发的女子，一边跳舞一边等人。2009年的某天凌晨5点，有一名男子来到玉水站，准备搭车回家。他看见了一名披头散发、穿着长裙的女子，弯着腰，摇摇晃晃地走在月台上。 整个人的肢体动作非常大，但又很不自然。男子赶紧用手机拍下他的诡异行径，放上网论坛。正当他打字打到一半时，旁边又出现了奇怪的撞击声。那名女子竟然将整个头重重地撞在墙上，并不停地来回冲撞墙壁，撞到头都流血了。见到女子的诡异行为，男子开始有些紧张，他颤抖地用手机录影。当男子再次抬头， 想确认女子跑去哪时，人不见了。她不见了。他告诉网友们，而网友们问道：“会不会掉下月台了？”网友们的好奇心驱使他前去查看。好，我去看看。可怕的地铁惊魂让论坛上的网友们非常关心后续发展。直到隔天，韩国的晨间新闻报道，昨天晚上在玉水站发生一男一女跳轨的轻生事件。 事故发生后，玉水站有抓交替的传闻，也成为韩国民众心中的阴影。因此，只要入夜，热闹的玉水站就会空无一人，非必要，没有韩国人会在半夜前往丽水站搭车。
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至今仍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团，成就是否，背后都有外星助力，留给众人想象空间。这起世纪悬案多了分想象空间，留给众人想象空间，或许人类就能解开。许多难解的谜团也留给团员无限想象，埋藏着无数科学难以解释的神秘事件。在这里，人类显得渺小又无力，背后的谜团让人想不清也猜不透，是否有未知力量的助力，还有待解答。是真是假，只能说信者恒信了。至今仍是人类想要解开的重大谜团，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